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你们仨还有啥问题吗？那个你们要没有问题，小姨要生个气啊。都是代理人，来到现在，小姨说话说到现在，这个杯子茶叶都放好了，没有人倒过水呢。茶叶都放好了，没有人倒过水。我以为你们俩干啥的？我以为你们三个是服务员。我们是亲友团，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哎呀，他们好歹还是来联谊的，这份工作好难做。我们在考察他们小姨，啊、你们不知道我们用心良苦。是有其他一种规划的这样的。你是 P 人还是 J 人？他还得写自愿送。你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就是万一就是一个人迟到，你会不会生气？这个倒还好，因为我会希望两个人单独过自己的生活，但我可以给你承诺，如果未来我可以搞一个旅游基金，然后我会定期往里面存钱，然后这个可以我们未来两个人一起去花这个钱。画饼了，开始。所以我觉得可以，我出钱，你出力，你来做这个老板，就我把钱。你有什么投资吗？聊聊感情，不要聊这些冷冰冰的。能不能直接给钱啊？直接给钱啊！要哪个联谊会带这三个那个穿这样的人，我觉得会害怕。真的好像带着我的律师团队。Yes。来，那我们回来了。OK， 回来了。回来，现在那个我们重新捋一捋这茬啊。好。我们先从识人到识别条件，怎么大致的判断这个人高概率是个骗子，而且有企图，或者至少不是骗子，也有非常明确的意图。那个，你稍微真诚一点，你实在太浮夸了，太浮夸了。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如果对方的热度上升的快到超出你的正常理解，你一定要说为什么。在学术上有个词叫 love bombing， 就是爱意爆炸。就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子，刚糖衣炮弹它的一个鲜花，或者说他用你喜欢的宠物，他给你变魔术，他哄得你非常开心，它其实是一种情感操控。他通过这种高浓度的爱意让你离不开他。他这个时候说我找你借钱，或者说是我刻意的冷淡你疏离你，你有可能因为这个不习惯，你觉得那他以前对我那么好，哎，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那我就把钱借给他好了。这是一种情感操纵的手段。就是不能太吃他这种情绪价值。哇，我会吃这一套哎。这挺好的，有人对我好不挺好的吗？那个但是特别浓的情绪价值，然后呢，一旦不满足要求立刻撤回，这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还是要判断这个人的底色。这个太有用了。所以糖衣炮弹其实它的这个底层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可能一开始没有目的，但到之后也可能会变得也会变。对，我不是说你这个人，我就说通常别人给他。我还在角色里。太入戏了。我是说，通常有一些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也好，对另一半就是以非常的这个糖衣炮弹攻击的形式，可能会有你说的这个操控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要基本遵守，有一些是善意，有一些是明显的，就叫做，即便在婚姻里，你也挣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所以如果对方跟你说，好，我出钱，你当老板，这事儿只要超出你的认知，都不要干。因为我们其实在真实案例里会发现说，联合开个公司，最后一块背债这种事情反反复复的有。太多了。但婚姻当中，在几个时刻上，女性是需要一些硬兜底的。比如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你需要一个硬兜底非常合理。他给的那个兜底其实是给家庭的，他要带孩子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笔女方可以独自决定可支配的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稳定器，这就是硬兜底。而且刚才可能聊的时候，我们就聊得很刺耳，就什么生育补偿金，但其实你落到生活里，它可能就是说月子中心的钱，老公来负担一下，
我还没能上班的这段时间，家庭开支你来负担一下，可能落到生活里，它是用这样的字眼出现，就你其实听着是很合理、很舒服的。明白，是。但我觉得就这个起码帮大家梳理清楚，说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怎么样识别这中间可能出现的风险？对，我稍微补充一个点吧。因为我是觉得美涵是非常需要做一个婚前财产账户和婚后收入账户的一个隔离的，因为我想到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资产，除了不动产啊，然后基金的收入之外，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工作室有股权，然后你可能有你的版权、你的音乐的收入，包括你可能自媒体的一些版权，这部分如果你希望收入也是同样归于你的话，那也可以做一部分隔离，有2种方式，一个是做婚前财产公证，就全部属于你，或者说是你可以把工作室的这个股权放入信托里面，信托就是一个很好的帮你去隔离婚前财产的方式。信托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是能够在法律上隔离掉，因为你可能不光是跟你的配偶去进行隔离，你还要跟自己的其他的法律的风险进行隔离。那如果是保险，比如你把这个保险保单放到信托里面，然后这个比如说保险啊理赔了，那理赔了有可能进入到你们共同的资产之后，这个是一个婚后的一个共同的资产。但如果是信托的话，它本身是一个相当于是个独立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是不受你们的夫妻的法律关系的约束的。一定要做婚前财产啊，这个你本来就知道吗？我听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你一定要做婚前财产隔离。太全面了。不光有这些，我们其实一直还有一位专家在观看我们代理人给你建议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抓住了？好，大家好。老师，坐，来坐。因为刚才就是2位咱们的演员，我们仨 NPC 的不得流油。我是专业的。留有糖衣炮弹哈。刚才2位男士真的承诺了很多，而且听起来都特别的美好。在金融上其实还是有很大漏洞的，就是刚刚我们专门的这些专家们哈，我都认为是专家，真的很厉害，谈出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其他的你们补充的都很对，也都很好，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我看你们在这一块刚刚谈的比较少，就是它以实物为主。是做一个漏洞补充来给大家去说一下，比如说我之前一个朋友，就是她呢是稍微有点小资的，就是还是稍微有点财富的，是一个女士，她觉得我什么都不要还不好，我也不让写什么房子我有，我也不要你的，她想把这个事情简单化，所以呢，她就觉得我什么东西都去要实物，然后这个男方呢真的很大方，就是买实物，买所有的东西，最后离婚的时候，男方就直接说我给他买过买过1、2、3、4、5，对，给他排下来。这个问题就风险特别大，就是可以追回的啊。你买了，它使用权是给女方，但它其实对是的，可能上面并没有写过自愿赠与，并且在任何条件叫不能返还。就有很多东西，为什么就是说一定要落地？就像雨桐一直在说，落地。所有的法还是礼都是服务于人情的，规矩一定是约束守规矩的人的。所以我们本意上还是善意的，每一个人出发点肯定还是好的，但是在好的背后，我们是应该学会先爱自己，爱自己的前提就是要白纸黑字，应该写的要写清楚，该落地的落地清楚，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那么的专业，那我们就要借力一些别人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工具，帮我们去达到我们婚后的幸福状态。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它本质上就叫做保护好自己，你才能放松的去爱。对。一点都没有。来，从您专家的那个角度，现在看看美涵身上还有啥需要被保护好的地方？了解到咱们美涵啊有养宠物的一个习惯，就怕这个毛孩子啊说突然生病了，看病又贵，万一误伤到别人还要担责任。给毛孩子安排上咱们的平安宠物优爱宠保障卡，就不光管毛孩子的大病小病还有意外，而且呢还送体检送疫苗，真的是养宠风险一卡兜底。好的，对，好，那个现在你要在你的3个代理人当中选择一个相对你比较满意的
哦，此刻就是对，这么快啊！现在就是好快啊！你需要写在你的邀请函上，先不要告诉他们。就是我自己选出了之后，对你写在上面。马上就要开始宇轩的风险发掘了。我们 ready 了 We ready？ 哇，邵雨轩出过歌哎，听一听。叫《可惜》。公放公放。是首抒情歌。我离爱情最近的一次，那种感觉怪里怪气。哇，他的声线我唱这么好啊！真的。我知道我不曾拥有你，不能再出现你世界里，有点难过。但不意外，就是他这个音色哈，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就很细腻。对，他其实不是那个短视频里的那么疯的那种感觉。没有啊，很多搞笑的人反而都很细腻。别说了，组长，停止一下。演王是吧？演王。哎，我叫职场王，好不好？职场王。就是能贯穿职场，无论是王职干嘛？那你是盲肠王，就是贯穿就出职场这一个系列的一个节目。职场王，哎，你是什么王？金融王嘛，金融王，他都不是自封的。法律王，你是保险王，你是女王，女王，我是什么王？快给我起一个。你还真挺难想的。不是，什么叫挺难想？你给我好好说。你太全面了，就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全面王啊，你是拳王，王中王，全王，你叫王者荣耀？不喜欢，硬在这讲。哎呀，老师来，真正的女王来了，女王来了，女王来了，快坐好。老板来了。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场景了啊。这是邵雨轩的委托需求，给我一份。对，我们可不是 partner 了，我们是竞争的关系。先读一下这个场景介绍吧。一家 MCN 机构希望打造邵雨轩的单身女性身份，以邵雨轩的出租屋为拍摄场地，策划一些具有金融话题分享的短视频内容。但是邵雨轩担心打造的内容会误导大众，于是请到代理人到家中帮忙把关。看如何解决自己风险的同时，将正确的方案分享给更多单身女性。我是邵雨轩，28岁，曾经有过一个4000万粉丝的账号。那一个头子还需要我们2个人去？我们当时一度被封为抖音的亲闺女，数据好到条条都是100万。我白眼狼说我过河拆桥，很多人去私信骂我，他骂的那些话就是真的太脏了，我看到我心脏都会突突的在那儿跳。但我只是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活得很独立，心里却扛着全家的担子，收入都给了妈妈。妈妈很担心我的单身生活，但我只想守护好自己的生活边界。这跟我家也太像了。像吗？啊，你家这平时就是好多娃娃。对，地毯也复刻上了。妈呀！今日菜单：烤羊排、意式肉酱。我会给自己搞菜单，就是做吃的这些。今日菜单。天哪！都还有我照片，这也太复刻了吧！这个袜子在这个上面烤着，就真当我家了呀！哎，你平时家里是不是就这么大？比这再大点吧，但是没有沙发啊。你没有沙发？对，就是这个地毯后面是墙。墙下面还会有那种靠垫的。哦，我有那个。怎么样，在你家聊会不会让你更放松一点？哎，是真挺复刻的。
这个模拟场景就叫出租屋，这完全就是你家里的状态。是。在出租屋的情境里面，它反映了就我们的委托人此刻的生活的真实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真实的状态，就能够让委托人觉得你是站在他身边的，你能从他的视角分析他的问题，甚至能从他的视角跟他共情，这事儿特重要。这是你的 MCN 公司给你寄来的一个邵雨萱短视频选题策划。公司基于对邵雨萱真实故事的了解，策划以下选题，为其打造单身租房独居的大女主，我的生活我做主。策划方向：生死观摊牌，独立的女儿 vs 操心的妈妈，分享如何给妈妈做养老规划，进行死亡教育。妈妈对你进行死亡教育，你对妈妈进行死亡？我对她进行死亡教育，我对她进行死亡教育。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妈把我带大的，然后我妈妈呢，就是因为我有跟她打过很多预防针，就比如说我在你之前走掉的话，她是听不了这个话的，她会觉得就是你什么时候跟你妈妈说那个，就是我要是比你早走，就你什么情况下说的这个话？因为打个比方说你要早睡早起，或者就生活规律一点，三餐按时吃，就会往那个方向引。我是刻意往上面引的，因为我希望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就是如没有我，他也能很好的活的那种。因为我也很怕，就是说我突然没了，他没有一个就是生活重心，因为他的生活重心在我，如果我不好的话，他也会不想活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很希望就是给他有一个这个死亡教育。你只是觉得说你妈妈的重心不应该全部在你身上，对，她的关注点，所以你用了更极端的方式来描述说这个重心如果抽离的话，妈妈你也要好好的。对，你是这个意思吗？对，我是这个意思，就是面对死亡，我希望她能接受。不，但是你知道你在起一个反作用，是吗？我刚才带入了一下你妈妈的身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她更紧的抓住你，这是个反作用的。那我该如何跟她说这些？啊，我演一下你妈妈，你一会儿告诉我说我演的有多像。好，我们试试看啊。怎么一提到妈妈，我感觉你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哎呀妈呀，给我说的，给人受愧疚了。感觉你跟刚才的状态很不一样。宝贝啊，哎，你妈妈来啦！哎呀，宝贝啊，哦，有朋友在家的，阿姨好。哎，你没有倒水给客人喝？不用客气，不用管，真不用管，真不用管。哎，你今天中午饭吃了啦？吃过了。你看一看你的脸，睡不要熬夜玩手机，这样是不好的，你知道吧？就是你看你那么年轻的那个身体，那么年轻的身体，那个你的身体还没有我好，那你等到再大一点怎么办啦？不一定，万一就是我身体没你好，可能就是你给我收尸，可能就是你给我收尸。哎，你要来了，哎，这个话，这个话可不可以不说？可以。哎，我告诉你，你很多遍了。行。哎，我告诉邵雨萱，这个话我还是要跟你说，我不是说怕触眉头，我是说你这样说话很伤人心的。你很伤人心，你有没有想过，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说这个话很伤人心的。我知道了。行，我知道了。这种字不能放在嘴边的，对不对？嗯。我觉得还是蛮愧疚的，因为我以为我的方式是对的，但其实我们这个沟通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嘛。因为我们亲近在线的时候，就是我能从他眼睛里看到，让他在这个事情上很难过，然后我一直让他难过了这么久，我得再消化一下。小姑娘，你叫什么？哎，我叫美涵。你有什么那个就是比较靠谱的小伙子啊？什么的没有。
你不要说没有，我在问他也单着呢，那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单身群，朋友全部都在这个群里面，很努力的也在互相找的，所以有了这个群。人家很努力找，你知道有的，我们也有在帮女生。重点是态度，那是他的生活。重点是个态度，那是他的生活。人家有很努力在找啊。他有他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你也有你的生活。我告诉你，你万一生病了，对吧？那你在那儿发烧，你给谁打电话了？我给他。人家万一回头找到老公来生孩子去了，没有人管你的呀。那就她和她的老公一起管我，这叫怎么回事啊？他们也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单身群里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互相互助，改一个名字叫快乐生活群，不要叫单身群，可以吧？可以，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就改。快乐生活群，妈妈只想你快乐生活、安全生活、有人相帮。老有所依，可不可以吗？这快收了，像不像？已经很像了，80%了。我的担心的点应该刚才演的没有错，对不对？是的，他就是想找有个人来陪我，有人能陪我一起，就是有人要陪你的照顾。对，他认为你需要有人陪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有人要照顾你。他觉得有人要照顾你的原因是他觉得你自己照顾自己不够好。我照顾自己可好了。对，那你就要时不时的给他一些反馈，比如说你要自己做了饭，你可能就要拍照发给他。就他要的说你怎么不关心我，有可能都不是你真的关心他，而是你在表达你照顾自己照顾得很好。我过得很好，这个事情是值得传递的。就告诉他我活得很好。你原来的账号被你那个放弃过一回，这账号是我那个朋友那边。再下来，你的收入会锐减吗？会啊。然后这个锐减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吗？不会，因为我的生活状态它是平的，它不会说一下这样子。你的生活状态不会因为收入多就多花。我收入高，反而我租的房子是最便宜的。我以前租的是2800的房子，我反而现在我更在意我的生活质量。租了一个5200的房子，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往上升高的。然后我买的车也是很便宜的车，我所有的存款都放在我妈妈这儿的。哎，你这是个本事哎！居然没有一个报复性消费，对，所以他其实还知道你有持续的收入的，但还好，就是我花没了，或者我出去玩一下，我花没了，我也会跟他要的，就是把它当银行了。对，我就是他是我的银行，就没有了，你来点儿。你跟爸爸的关系比较紧张，你并不希望你的父亲接触到你和你妈妈的任何的那个钱，这么决绝。对。亲人之间就有一些金钱上的归属的问题，可能就得不伤感情的提前安排好，免得将来留个遗患伤感情。对，所以我可能回去我就会去做一些公证。的确，你把你所有的钱都放在妈妈的名下，妈妈岁数大了，的确也是个事儿。我是想让他有安全感，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一层。我大概在你的个性里找到了一个应激状态。你的应激状态是逃跑。你想一想，你的人生经历的重大节点上，是不是只要面临比较大矛盾和困难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逃跑？对。他可能解决麻烦的方式，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说我不要了。那就是一个逃跑策略。那如果这是他的经常的人生选择的常态的话，就是小风险会变大风险。说太准了吧，这也。我不是靠算命的，我只是看你的行为模式在。这比算命的还准呢，我就感觉。对，我在看你的行为模式会像那种。对，就是你好像一个这个 X 光扫射仪，从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控。一会儿等着他们来给你方案。我们那个模拟室里面，刚才的你的3位代理人就会变成你的 MCN 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跟你讨论选题。然后
他们在那边找问题。来了就是到他们进攻，我们防守。骗子公司，你们是？没事，我们的骗子会演得更像骗子的。我们来把关专业的金融方向内容啊。涛哥，你别把我玩死了，就是你等一下稍微就是感觉我们出大漏洞了，你可以往回勾一勾。我怕你给我下套，我答不出来。哎，我们这样，我们不给他们留漏洞，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正经的那个，让他们硬跳，挑不出问题，挑不出问题，得让他无懈可击，无话可说。放马过来吧。好，来了。啊，没有，老师没说你。Sorry。来，那个咱们这边就可以到咱们的洽谈室啊。啊。你们3个收拾一下，咱们到办公室。好。文涛，你给我小心点。我会盯着你哦。哼，放马过来吧。这是基于网络上很多营销号做的虚假科普视频相关资料，你们可以利用里面的内容来思考，你们要如何考验对方组的代理人。好。Hello。Hi, food Liu Yu。那边有换鞋，就是自己动手吧。他要换鞋。哦，要换鞋啊。这是我们家宝贝了啊，我是他妈。好。小伙子，谢谢你们啊！你们那个是要帮我们宇轩要看一看的。他一个人住，哎，我告诉你，我是非常不放心的，所以有什么风险你们都要帮着看一看。你们看一下那个你们怎么做？这看出来了，这个你在家里朋友们都自辩，对，都是自辩，真都是自辩。这上面都是你喜欢的明星。看过的一些演出。你喜欢看线下是吗？还行。现在有资产类的可以聊一聊的，比如有房产有贷款吗？然后有车产吗？0个房产1辆车，0贷款。哦，妈妈名下有吗？都没有，就是收支没有很稳定。我所有的存款都放在我妈妈这儿的，就是有在持续的进行日常的一个花销。但是我每个月的一个消费大头的话是房租。但房租的话其实也还好。你现在有自己的公司，然后没有把合约签给外面吗？没有。然后目前你的号就是完全是你自己在运营。对。你需要养这个团队吗？其实不太需要，因为是只有我和我经纪人，我们是一个分成比。这平常是你一个人住还是跟妈妈一起住？一个人住。你住在哪里啊？我住在成都。阿姨呢？平时阿姨？阿姨在老家。爸爸呢？我是单亲家庭，父亲是那边完全不需要你照顾了。对，妈妈现在是在老家。咱们也是有一个家庭的，然后，可以不用把什么配偶、小孩算进去。这个不可以的，这个这个你们要帮我劝一劝。你看他就是一个人住的呀，对吧？我毕竟是在老家嘛，就我不能经常来的。我有时候给他那个发微信，然后他都是几个小时不回的，我就要担心他有没有病啦、发烧啦、发烧发糊涂了怎么办啦，对吧？我了解阿姨的这个顾虑和担忧了，是怕女儿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希望有一个伴侣能够度过余生，但是你急不得。你还搁这劝上了？是啊，你急的话找一个不好的，把钱全骗走了。对，对，就这样吧啊。我了解到的是一个异地监护人。对，异地监护人可以设定，就是我的朋友去做我的异地监护人吧。异地监护人这个是 OK 的，因为妈妈万一真的出现生病的这种情况，如果妈妈当时的判断能力你是没办法相信的，你可以有一个身边的朋友作为你的异地监护人，他去替你做这个决定。对，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和我妈妈两个人。对，然后后续的一个保障，就是一个养老。我就经常问他呀，我说你等你老了怎么办啦？他说
跟闺蜜一起养老？我不是，我也可以去养老院。我也是最近刚想的，因为我朋友他有孩子呀，我可以让他的孩子也一起来看我呀。哇，你就是那种巨有钱的小姨，所有人心里梦想中那种有钱小姨。对。别的不说，就是你看你的钱都花到这种地方去了，对吧？然后呢，就是等到你要去养老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钱我不知道。他到现在为止就买了一些，我告诉你，买了一些就是这种东西了。哎 ，no， 这个是他买过的，哎，我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他买过的。有个寿险是吗？对。寿险是好的呀。那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捋好不好？对。阿姨，我们慢慢来。终身寿险它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养老金一样的东西了，就是它最后是可以提出来的，到老的时候。就是他万一啊呸，要是出什么问题，他这个险会赔一笔钱给到家人去做养老，就他会安心。身故受益人是法定，他现在这个就有点不清晰。你法定就不清晰的，我会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它是可以调整的，对，先把这个身故受益人会调整为母亲，这个东西的话，父亲是没有这笔钱的这个支配权的，因为它不是你的遗产，这个是那个保险公司的钱，然后保险公司会直接把这个钱打给妈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立遗嘱的，因为你的父亲你不想把这个钱给他。对。你像这一点就是风险。他说要立遗嘱，我就是不给我的父亲，但这样就是在法律上来说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我就规定是谁啊？就是但是他爸爸从法律的基础上他是有赡养的义务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坑。你们一会儿就主要是想一下怎么考验这两个代理人，主要从内容上做文章。内容对，因为我们是编导嘛，他是相当于要做网络流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要的风险点主要是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这个人跟他签约的时候，那这个签约的合同的规定是不是有一些霸王条款？比如说，在你给我签约的过程中，你不能再去带其他的一些签约可能，或者有多长时间，我的违约金支付成本会不会特别高？这叫合同上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就是跟他签约的一些条款，你们可以心里有个数。还有一个点，就他不愿意做任何的一个风险投资，对他保障这一块的话，受益人是一个很大的一方面，就他应该得懂得受益人的支配。然后还有一个风险是他身上的一个代持风险，就是他把他所有的钱、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给他妈妈。所以你们就琢磨一会儿从哪个地方切入，先把这几个点能给他说到。我们应该是一个啥样的？就是我在想，就是你要么就是纯骗子，你像他们上我觉得我们就是给他讲一个我们的视频方案，只是他们挑 bug 而已，就等于说我们在 MCN 比稿，他在帮他审一下我们的稿而已。对，他们在审稿。从宇轩 KYC 的过程当中，了解了一些真实的家庭的情况、财务的情况，把这些风险包装在我们的内容提案里面，埋一些小坑去考他们。非常兴奋呢，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如何攻击他们三个人，疯狂的找他们的茬。作为首方其实蛮难的，有的时候话术包装的很华丽，你就会辨别不出来那个坑点在哪。见招拆招吧。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哎，来了，你们是那个？我们是 MCN 公司。这个是你们公司的对吧？啊，是嘞。你们公司的人都长得很帅的啊。那毕竟传媒行业的 MCN， 哎，你是不是没签约呢？考虑一下我们。我是乐华的，不好意思。这个是她的闺蜜啊，很要好的。我是宇轩朋友，他们俩是那个我请来的代理人啊。我们内部讨论我们的方案，你们不太方便参与，我觉得。我们才是自家人。有些话题讨论是要保密的，万一被你们拿去这个剽窃我们的创意了。你的方案最好完美到让我们可以拿去剽窃啊！那必须。来，请坐，请坐。剑拔弩张啊！一来气场不太对。
确实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我们这个方案都只打印了1份。哦，没关系，你给我就行了。主要是宇轩来看了。对，其实我们给宇轩我们策划了一些内容的方向嘛，因为我们的 MCN 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公司，我们公司叫什么？叫什么？包你火！我叫通通爆款，就只要出自我手的选题，通通爆款。我叫那个掏你兜兜，品牌方让他们掏兜买我们的视频。掏你兜兜。哦，你这个创意我之前见过。我是掏兜兜。掏你兜兜这个名字我就见过。我叫李敬业。你叫李敬业。哦，他看起来挺靠谱。靠谱。不同的提案，反正看你喜欢哪个。那我们就开始。我这些就比较这个严谨一点，咱就是安全牌主打一个。刚刚也听到了，就是独立的女儿嘛，操心的妈妈，自己活得很独立，但心里扛着全家的担子。然后我妈妈呢，就是她的生活重心在我，如果我不好的话，她也会不想活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很希望就是给她有一个这个死亡教育。我所有的存款都放在我妈妈这儿的。所以我们可以打这个方向，我们就是看淡生死观，然后解决妈妈的焦虑，就是把所有的钱全部交给妈妈来管。哦，哎，重新养一遍妈妈。女人嘛，要富养。重生之物，我养我妈妈。对啊，就是你看，就现在网上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话题很火的那些节目啊，我家那闺女，我家那小子都很火，所以就是我家那妈妈。对啊，我家那妈妈，我把钱全都给妈妈花。我家的妈妈，我们就主打一个有孝心的大女主人设，这观众肯定特别爱看。这个很不错，不错的选题啊。有问题。自己的钱全部打到妈妈的名下，那这个就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妈妈涉及到有一部分自己不知情的债务，那你这部分的资产也没办法受到保护。妈妈是现在有自己的伴侣，未来可能阿姨身故了之后，她这个钱，她的继承人不只是你一个人。阿姨的伴侣可以分走你这一部分，即便是女儿当初给的这一部分财产。哦，那这个还是要规划一下，这个很重要，我要记下来啊。可以你开卡是自己的名下，让他保管，然后他其实有权利支配某一部分的财产，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可以都给妈妈花，但不要都给妈妈。是。周周很快的识过了方案中的代持风险，他马上调动脑子里其他一些知识量和知识板块，给出了一定的指导，做得非常好。这条行不通，我们就调整嘛，自己管钱，或者是帮妈妈管钱。你把这个钱管得明明白白的，搞理财，有很多种理财的方法。这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投资知道啊。这个重疾险多买几家的保险，你市面上看好几个这个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买一份。重疾险啊，重疾险，然后寿险一家买一份，医疗险多买几个，都分散开。出现重疾了是吧？我好几家同时赔。不行的。怎么说呢？您说说。是这样的，你多买多赔和你直接买一个高保费的有什么区别？对，没有区别。一家保险公司它可能保额有上限啊，那我多买几家，我那个上限不就突破了吗？正常该怎么买就行了。重疾险它只要能够覆盖你生活这个收支就够了。就是保险2字，它不是彩票，不是你去赌自己生一个大病，然后他给你赔一个巨大的钱。哎，你买医疗险那个，我报销在一个地方报销完了，那个报销单就没有了，我那几家公司怎么赔了？对啊，我能不能拿去复印件再多跑几家保险公司都要一份？因为我保费交了呀。其实是不建议这样去操作的，因为你在不同家保险公司保完之后，它每家公司其实对于自己的保险它是有一定审查的，在理赔的时候会有涉嫌骗保的嫌疑，所以还是尽量不要这么操作，容易出现这种拒赔的状况。是啊，有这风险，那得注意了。
医疗险是一个报销的，不是给付的一种险种，基本上报销完，别的公司是不能再用的，不能重复报销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风险点。今天就是学习识别风险、吸收知识来的。我这边的代理人，我肯定是100%相信他们的，他又非常全面，就非常专业。他们结合在一块儿的话，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哎，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适合我。哎，下一条到我了。我们这个自媒体还有一个很容易爆的是什么？这个反差感。那我们宇轩年轻健康，前途一片光明，这个时候什么反差呢？说28岁，谁说我们分遗产分早了？28岁正是分遗产的黄金年龄。阿姨要揍人了，可以刀他了。如果我的眼神有刀，你现在已经满身窟窿了。这只是一个标题党，阿姨，标题党。接着说。对，那为什么不早呢？因为其实我们立遗嘱、分遗产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觉得快要不行的时候才要干的一个事儿？哎呀，但其实到那个时候，他反而干不了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倒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一条自媒体，在梳理你遗产的这个过程中啊，可以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而且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全部都是你说了算，是不是很符合你这个掌控一切的这个大女主人设？我不给别人也可以啊，在遗嘱里面写好。对，那你更要做这个视频了，因为如果你不写这个的话，他就法定继承了，他就按照法律规定把它给别人了。我在想分给谁啊？想给谁就给谁哦，想给谁就给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立遗嘱的，不能想给谁就给谁了。为什么呢？为啥呢？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必留份的这个制度的。如果你的家人有一个可以继承你遗产的人，他是双无人员的话，是有这个必留份的制度保护他的。什么叫双无人员？双无人员是，首先是他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过于小的未成年。然后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就是过于长的老人是必须要给他必留份的遗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没有劳动收入的人，这个是你遗产当中必须留给他的一部分，可能是很小，但是是必须要留出来的。OK， 那我觉得可以给到这位风险代理人，把他的这个还可以的建议啊纳入到我们这个视频的里面。如果这个不够满意，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更爆一点的写法。怎么爆法？我这个标题已经起好了，用公证后的遗嘱为你所爱之人写一份具有确定性的情书，怎么样？说人话，中一下，中。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点开这条视频，看看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已经划走了，家人。看懂。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是情书呢？其实就是拍一个立遗嘱的视频，带着遗嘱去公证，就可以在网上留下永久的证据，所以它就100%充满确定性的情书。错。但是这个遗嘱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嘛，对吧？哦。所以它也不是一个100%的确定。哎，你这么说确实有收获哦，今天。就是如果我们未来真的在一起组建家庭了，我可以立个遗嘱。遗嘱随时都可以改，就是你是立遗嘱的人，对他或者新立一个，他说否定掉之前立过的，而且他拿着新的去公证，那你前面这个可能就没有效果。哦，有收获哟，学到了，好厉害，对。但是这个改只有委托人他本人能改。现在就是他有自己的工作，这个收入可能变多，可能会有消费嘛，财产会发生变动，遗嘱应根据个人财产状况变化及时调整。
挣的这个钱和我现在的标的不太一致。如果标的没有及时更新，那很可能咱们的公证遗嘱它也有可能是不合理，作为标的无效去处理。你的方案不行，而且不够爆，我跟你说，还不够爆。爆的在我这儿的，出自我手的选题通通爆款。还有更爆的吗？接下来说一下我的方案。我平常就是自己的 MCN 编导，这个是我很熟悉的一个领域。短视频要的是什么？短视频3板斧，首先前3秒要抓人，其次中间要有干货内容，最后要有情绪价值，3板斧。所以这个完全是按照这个流程来给我们宇轩来规划的啊。很专业。首先，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擅长剧情演绎的这么一个博主啊。你可以当画饼还在迟到。所以我给你规划的一个方向是剧情演绎片，演大概50年之后，你跟你的闺蜜一起养老的这样的一个 vlog 场景。养老院其实挺好的，就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养老院。那在这个里面呢，帮你去畅想一些你未来50年的生活，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你的优势的啊。这第一点，首先有一个口播啊，就是希望你传输这么一个内容，叫做人间富贵花，有钱一起花，钱都放在一张卡里面，这就是顶级闺蜜情。因为你知道我们宇轩的粉丝都是一些女性受众啊，那我们听到这个话呢，还是非常有爽感、有爆点的。那短视频嘛，就是有火要有爽，这个就是我们给他策划的一个方向。有问题。演可以这么演啊，演可以这么演吗？演你随便演，但是咱真不能放在一张卡上啊，家人。那所有人都可以用这卡里的钱，那你这个资产就混在一起了。没错，这好危险，听起来就很危险。没有，这很感人啊，就是我们很感人，是很感人，我都要为此流泪了。但是咱真不能这么干，因为你这个有风险，就是组团养老这件事儿，比如说某一方身故了，其实你这个资产你都很难去说清谁占哪些部分，当时是怎么分配的，这些都很难去说。对，到时候你自己的权益也没办法保护。但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东西，它一下就是拉到50年后，你有没有考虑到，那你这一帮闺蜜就是得一起好到50年后，那万一中间出一个岔子，那这个东西都会影响她的人设。对，那宇轩会不会也有？你想不想跟你的闺蜜一起养老嘛？的未来？如果钱放在一起的话，就别了。因为你结了婚，你还会离婚，那你这个50年，你这个跟闺蜜还在一块儿的话，也是有风险的。对，我觉得有啥说啥呗，就没有什么好避讳的，这就是你的真实现状呀。可以，那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甲方的意见来。你后面什么剧情啊？我来听听吧，我们是不是？行。未来10年之内跟闺蜜的一个愿景。那我们现在呢，短视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数字。那我给你写了一条这个口播啊，说一起存养老金冲年化的12%是一个保本神盘。哇，你听这个数字是不是绝对爆款？流量给拉满。他这个不能乱写，这个不可能啊！年化12%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的。就是没有这种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为什么呢？年化4%你都嗤之以鼻，你跟我说12%，这4还挺高的。你在哪找12%？你先推荐我们看一下。4%你都写，但是大家现在都喜欢爽文啊，标题党嘛，标题党嘛，那还是假的呀？给我找一个年化10%。先把大家先把大家吸引进来，看我们的视频。你光爽了，你爽了，然后我号给我搞疯了。对，然后把我号给我搞疯了。我主要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流量嘛，保本神盘一听就很有吸引力。你这个跟原剧有什么区别？我们不是为了流量什么都吃的。对。
那就这个我们再商榷一下啊。谨慎一点，太冒进了。还有一个啊，短视频讲究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狗血的故事，我们要抓马。哇哦！我们相爱相杀，相爱了再相杀，相杀再相爱，相爱再相杀，这样一个狗血的抓马的故事。那我觉得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演绎嘛。哇，一听就很有吸引力。刚才了解到轩轩，我们想要设这个议定监护人嘛。轩轩，比如说你很多闺蜜跟你一起养老，比如说闺蜜中间跟你闹掰了，我们就规定一下，如果在网上闹掰了，我们就把这个议定监护人取消。那这个其实也是个很狗血、很吸睛的故事。在哪儿取消？在网络，在网络取消，单方面表示取消。吸睛，吸睛。决裂了之后我们网上见。我那边在网上公开处刑。对。不，阿姨没有听懂，你的这个意思是说要在网络上掰吗？哇，剧情上的观众老爱看这些了，就是要掰呗，掰完了再合，掰完了再合。掰合，你多搞几下。哎呦，与我同行是吧？与邵雨轩同行。这个剧本可以搞哈，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议定监护人呢，我们不能这么玩，不能这么草率，因为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哦，为什么没有法定效应？不能在网络上面说我取消他这个议定监护人的资质就可以取消的，这需要去公证处公证的。我们可以有一个监督人，这样2个人能够互相监督，把这个他的养老的事情做好。不影响我的这个剧情啊，我的这个故事还是成立的呀。但是我觉得还要负点责了，就是还是稍微还有点咱们有点底线做人的。他就说攻击我，他懂得说攻击我。我走了，我干不下去，我为点几个编导钱，我又在这儿。我们不会签他了，跟他不会合作，反正太冒犯了。太幽默了，太幽默了！说实话，你这些点子都特别有趣。但是呢，都是爆款，都是爆款，都是自爆款，谢谢啊！都是把自己自爆了，都是爆炸款。爆炸款。这个爆款视频都不是爆款视频，你这个号你都是能爆炸的一个视频，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过程。他们3个人的话也很有意思，就是一块玩起来，就是一边玩着把知识也给学了。但是你们这个公司有没有红线的了？红线一下不能搞的。他们没有红线啊，他们不是，我们是前面冲在第一线的，我们你还第一线了，风控在后面把关呢。你第一线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你是紫线呀，背后有一个红线。太幽默了！哎，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提案了？没有了，阿姨要开始要喷药，开始杀蟑螂了，你们可以走了。这样，我告诉你，这个 MCN 公司不行的，我告诉你，我要杀蟑螂了，走。帮你火，反差，流量来了，宇轩。杀的就是你们这帮流量蟑螂，流量蟑螂。来，你们就是这种提案水平。不是内容方向，我们可以磨合嘛，慢慢磨合。所以这个你要合作了。不要了。作为博主的角度，也真的不要为了所谓的爆款和一时的流量，去追求所谓的热点，或者说是一些可能出格的行为。所以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发正确的心，才会收获到一个好的结果。让专家来看一看，面对你的这些真实的情况，可以怎么办？来，我们专家来了，太好了！啊，老师来了，咱们都做啊。刚刚我觉得挺精彩的。哎呦，我们刚才吓死了，我告诉你。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结合咱们宇轩的人设哈，它的大的风险点在于哪里呢？就是签约的时候，这个经纪公司签约的风险。
这个约定就是他对你的人身自由，包括你未来要签多少年，接下来这都是你可能未来要通过专业的律师帮你去分析的一个点。那再者呢，就是他们这个文案里面，其实咱们针对他这个刚刚谈的这些，就是医疗险发票的问题，你们补充的都很对，也都很好。我再补充一下，医疗险其实你买一个足够就行了，没必要说医疗险我买多少份儿，因为你买再多份儿，它也是根据有票据在先的，它是一个赔付型险种。重大疾病是给付性，重疾险它有个风险保额的，然后你首先要考虑的你的财务是不是达标。我们对重疾险的一个设定，大概率是在你年收入稳定的情况下的3到5倍。那么好一点的公司或者承担能力强一点的，会给你扩展到10倍。所以它不是说无限度就可以让你一直买。假如说您这边已经在4大家买了重疾险了，但是你想着我想多买几份，你不告知那一家公司在理赔的时候是有拒赔风险的。刘章说财产发生变动是一个很好的点，财产发生变动一定要及时更新啊！你不更新，你之前做的一切，哪怕是公证所有的事情，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你的标的是出现问题的，你是不准确的。我有嫌疑怀疑你是刻意的再去隐藏自己，你可以做及时更新的，这也是咱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风险点。这些总结我还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全面的。宇轩，现在你需要在你的邀请函上写下你认为今天最满意的代理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哇，很难选一个，很难选啊。在这个他们了解你的这个环节，以及现在的这个环节里面，谁更讲到你的心坎里去了？都挺好的，咋办呀？这太难选了。来，咱出去总结了，要不要你们洗个手？不至于吧？金盆洗手，你们金盆洗手啊！今天的表现可以金盆洗手了。罗雨彤，不是罗雨彤，孟雨彤 ，sorry， 认识太多雨彤了。你认识罗雨彤吗？认识啊，哎，我们一起见的，我们一起见，拜托，哎，真的哎，对我们一起见了。到了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邀请函，宣布你们今天选定的最满意代理人的环节了。你先。这不也石头剪刀布一下？可以。就来。石头剪刀布。我先吗？赢的先。但我赢了，我先。还能这样？你们这有一些风险点啊，没有商量好。对，咱们得先提前说好。那我来嘛，我公布一下嘛。哎，我要不要？我要不要举着你们的手，然后看谁？好呀，随你玩嘛。你做自媒体的，你知道什么是爆款？谁呢？究竟是谁呢？谁是你今天最满意的代理人呢？哎，那个提前写的是不是你现在有可能改？不会。哦，那个随时立。你也不那么紧张嘛。紧张。怎么又随时立了？我没有公证过。当，谁是宇轩今天最满意的代理人呢？当。3、2、1，开心吗？他表情像得了影帝一样。因为真感动了，你说。哦，这是你第一次获得是吗？是我第一次，我是来拿第1的。我就比较感谢大家，从专业的角度，然后也从站在我的角度去帮我规避一些风险，去往后做一些规划。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要赶紧立刻行动起来，就该买的买，
就是该立的立，就立遗嘱啊那些该做这些事儿的赶紧就是先去做了，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赶早不赶晚嘛。就是他是完全能从我的角度就为我说话，就是从我角度就是去出发做一些思考。他们不是3个人坐在那一排，他们那个内容确实很爆款了，笑的我是前仰后翻。跟我说12%，啾啾老师笑归笑，但是呢，他还是能直接找到问题所在。但他这个说把自己的钱全部打到妈妈的名下，那这个就涉及到很多问题。不好的情况涉及到有一部分自己不知情的债务，那你这部分的资产也没办法受到保护。就想要就得到。哦，对，那是我的 slogan。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因为我是后加入到咱们这个团队的嘛，所以我还有很多那个进步空间，所以我还得加油。轮到你公布喽！哎呀，这么有形式感的，那我是不是也得来形式一下？你丢手绢，丢手绢，丢手绢。对，你们擂鼓，嘟。到这个鼓声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个放在谁的背后？那你们闭眼。你给个眼神，我们就停。恭喜！恭喜！哦，真的有人好惊喜哦，很开心，谢谢，开心。今天真的非常感谢3位，我感觉知识疯狂的进入我的脑子，连我如此高精力的人，刚才感觉已经想不动了。我是一个对未来有一些困惑和焦虑，但是又没有把它付出行动去解决这些困惑和焦虑的人。那今天有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帮我想到了，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感觉来这一天可能抵我后面起码有20年的一个人生规划，这是非常的值得。为什么选择雨桐呢？一开始我们真的是从一个闺蜜聊天的感觉去切入的。对于风险代理人来说，能够快速的拉近跟委托人的距离，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能力。小梦在我的这个案例里面，于无形之中非常轻松又愉快的来了解我，并且识别出我的风险。听着是不是很美好？但是他作为投保人、受益人是可以随时更改的。他现在写你，他明天就可以改成别人。哎，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那我就把钱借给他好了。这是一种情感操纵的手段。哦，雨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更全面，基本上条条都有参与，好像每一条他都有发言，都有去做补充吧。我稍微补充一个点吧，如果你希望收入也是同样归于你的话，一个是做婚前财产公证，或者说是你工作室的这个股权放入信托里面。谢谢，非常感谢3位，谢谢。今天这个主题，我越做到现在，越觉得其实我们在寻找风险的过程当中，都在更了解自己的现状，自己遇到的问题，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找到自己，我觉得剩下的反而是好办的。祝福送到2位，保护好自己，放松爱。保护好自己，爱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让妈妈慢慢的松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哇，哎，还行，意外的有点帅呢。意外的真的好帅啊！意外哪意外？说清楚了。这个眼神锐利一点。难题归我，安心归你。那叫我难题王吧。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丧亲之后如何好好生活。而我们2位委托人，他们都经历了亲人离开的生活变故。
刘维呢，他是在1年当中失去了3位亲人，所有人都走了之后，失去了偏爱，失去了分享喜悦的人，快乐都有愧疚感，就似乎丧失了一种工作的动力。我的性格都不是很好，经常去揣测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非常需要被爱。您现在生活有一个比较大的支出吗？房贷、车贷。我现在其实挺想把房子卖了的，当时我得弄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但我觉得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您现在有一些理财的，不论我赚多少钱，其实我的钱都是在公司和我经纪人呢。他完全没概念那些钱有多少，他完全零概念。对，他挣多少他也不知道。对，这个其实非常不好。其实我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今天不可能拿到答案的一个心情来的。我们今天的第2位委托人叫向琴琴，她曾经是我们初入职场法医季的一名实习生。就在她敞开胸怀想要拥抱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爸爸因为得病离开了。本来就是做法医的，见过生死离别的家庭也有很多，家里很亲近的人因病走了嘛。因为我现在是家里面的大姐，我还有个弟弟，我的基本收入是补贴给妈妈，剩下的是我。他是家庭那个收支的一个主力。对，他是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我想知道生活里给你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好像没有嘞，真的没有啊。法医有很多职业风险，职业暴露风险、生物化学危害、传染病嘛，还有锐气、有割伤，还有心理和精神压力。你就是家里的天。假定当家里的天和寻求自己的职业发展，两者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哎呀，这怎么？今天要玩一个游戏，名字就叫《金融中的呐喊》。喜欢对方怎么说？爱你，不，爱你老几？猫进盒子，喵喵喵喵喵喵。然后你玩一下你就知道。真的很抽象。第2个游戏，谁是卧底？金融版。这是一个动物，会发生，它是一个高概率发生的。我理解的好像没那么高概率。它是一个金融名。为啥叫金融？谁是卧底？先投你出去，游戏结束吗？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桂花为映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亡，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初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